这里是比利林 AKA 社会观察家 AKA 调剂公司 AKA 行走的猫薄荷。今天要讲避震器。故事是这样的前几天呢，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问我说，他想要买一组避震器中古的，建不建议？然后如果有问题，能不能修理？我们把这个问题先分开来讲。那我们先说一下避震器二手的建不建议购买？我个人的建议是二手的绝对不要买，因为避震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你如果是遇到什么状况可以买，就是你这个朋友认识的熟人，刚刚买完之后马上开回家，然后被老婆骂了他说这不行9成9新，然后你7折价格你可以买下来，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买。如果说你已经是在网络上，或者是有一些人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不管3个月、半年、1年，这种避震器我都不建议购买，哪怕它还在保护期内都不建议购买。原因是为什么？因为避震器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时间就是到了就要换，所以先有一个观念，不是说原厂的避震器就会换，你改装就不会，其实改装的更会换。避震器的使用状况呢，有2点来决定的。第一是你的使用环境还有条件。避震器的使用时间不等于它的剩余的寿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个人的驾驶习惯跟路况都不同。你怎么知道说装了3个月，它这3个月不是每个礼拜6日都去地保？你觉得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使用的避震器，跟你刚上山出去天天跑市区或者是高速公路，它的使用状况能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第二点呢，是你安装的步骤跟流程是否有符合规范，因为不当的安装也会让你的避震器的寿命减短，这个也是会的。工具乱用乱打把油封打爆打坏了，螺丝打断的都有。那你去买这种东西，你只要不懂，马上就掉进坑了。所以避震器这东西它本来就是个消耗品，我会建议就是买新的，除非你是真的运气很好啦，就是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因为避震器你的判断标准只会有一个，在你没有装车之前，你没有任何仪器你不会知道，你只会有一个判断方法，就是看有没有漏油。但是避震器单纯看漏不漏油是不准的，漏油是一定坏，但是并不代表说它没有漏油不坏。然后我的朋友呢，忽然跟我说，我是不是买了这个二手的，即便它有了问题，然后我再去找人整理，那不就好了吗？没有关系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要是有这种预算的话，你干脆就一次到位去买新的，哪怕说你现在够不到你理想中的那个品牌但是你至少忍一下，因为你去买二手东西真的很危险，很容易掉进坑没事好好干嘛要拆下来，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就是避震器可不可以修理？那避震器分很多种类型嘛，有原厂型的，那原厂型的基本上是都没有办法修的。出厂的时候，它的筒身的设计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去分解的。它上面的这个避震器的这个盖子呢，它是固定住的它会有不同的设计它会用不同的方法让你去没有办法分解它，或是取出活塞棒，不让你去更换。反正这种东西非常简单就是时间到了，或者是里程数到了，该换就换，不需要去想太多，因为也没有办法修，也不符合经济价值第二点就是改装的避震器。改装的避震器呢，在这几年呢，有看到蛮多人在维修保养那这些外面做的人能不能做得好？先讨论一个定义上的问题，就是你对一支避震器的好坏，它的定义是什么？它只要能压缩，或是只要能回弹，它就是修好了嘛。假设说你今天一支避震器呢，它已经用了非常久了它可能用了10万公里，它已经有问题了。你按一压它的活塞杆的时候，它是不会回弹的。你的目的你希望说它可以回弹，就按得下去，弹得回来，那就好。那你可以找这种东西呢，外面的人绝对做得到，我也相信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说你心中的修好它是跟你当初买新的避震器是，不要说完全一模一样，因为有一些工件它磨损或怎么样，我们不管，你只要能接近8成你的心中的预期是今天修理完之后有当初的8成，基本上外面没有人可以做到，没有。为什么？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做不到？那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标准？其实每个品牌之间应该都会有一定的标准那我知道的，我自己来讲，就是会对于这一支避震器在工作的时候，它的压缩回弹会有一个力量数值的要求
可能是在多少跟多少工作速度情况下，它必须有多少的阻尼力，你就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好。你唯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恢复到跟新品，就是这个品牌做好之后出来的，要拿得到这个数据。品牌的总经销，或者是跟他们的原厂可以有联系，你有可能可以拿到。私底下修的人，谁可以拿得到这个数据？不可能拿得到嘛，对不对？我今天随便打个电话去跟某某品牌说，你那个某某型号，你那个数据给我一下，他会给我吗？你觉得嘞？这个问题嘛，非常简单嘛。所以怎么样去定义好跟不好？如果说你只是要他会弹会压缩，很简单，这个问题绝对可以处理。如果说你的要求是接近于当初购买时候新品的状态，除非它是官方，就是品牌方自己的维修中心或是合作的经销商，他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其他人不可能做得到的。零件的取得，其实避震器的内部它会有活塞杆、活塞、垫片，不是官方合作就怎么可能取得到这些零件啊？当然有可能加工啦，这些东西我想很进步，要取得肯定很容易。那 OK， 你取得之后呢？你取得了这些零件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数据，数据才是重点。避震器内部气体充气的压力跟阻尼要灌多少？这些外面的人拿得到吗？不可能拿得到嘛。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它定义要修好的话，这是不可能，除非官方来修官方合作或者是经销商下面，它可以跟这个官方直接技术交流的，才有可能做得到。你说外面那些整理避震器的那些不可能修得好，就是以我的定义。要修的话是不可能修得好，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想花钱而去花钱，非常的不值得这个二手避震的坑很深的啦，真的不要误触啊！等于说你花了钱去买了一组二手避震，然后你可能还要再去整理，整理又不会整理得好，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买一组新的就好，一次到位啊？不用花了钱还要被糟蹋啊，然后弄得自己很不爽啊。对，所以我建议是避震器能买新的就买新的，除非你真的有在非常好的情况下，你可以遇到天赐良缘，那就买。这期就是我朋友问我问题，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把它分享给大家2点避震器能不能修理，跟二手避震器能不能买。下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下其他关于避震器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